过去我们都有名表中的4大天王啦，就跟珠宝类一样，就是有劳力士、江诗丹顿、巴特菲利伯爵表。你猜一下，这3只里面哪一只是价值比较高的？最右边的因为是金色的，是金表，对吗？这个是 Vacheron 玫瑰金表，不过它并不是在这3只表里面价值最高的一个。好像这一个 Patek Philippe 它的价值很高，典当价钱也很高，它还比不上我们中间这一个表。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哈，跟这个比起来没有那么华丽，可是它的价值却是最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属于一个有纪念性质的一个产品。影星 Paul Newman 他代言的劳力士应该有几十年的那个历史，可是它的产量不多。它在市面上的欢迎度呢很高，是属于拍卖性质的一个手表。接受它的那个典当价呢是16.5万。你们收的利息就是等于1%的话就1650了，一个月，1年下去就18000-2万块钱了。所以高价值的典当品也给予我们比较丰厚的利息的收取。一般上劳力士我们会给予更高的一个估价，是因为它在我们本地流行的历史已经很久，是属于大哥大级别的，所以它的脱售的几率很高，也能够谋取一些利润，给予比较高的一个估值。几年前劳力士名表二手转售市场好像蛮火热的，会有什么影响吗？最近那几年它的产量比较少，都要预定，所以很多收藏家都在炒，把那个价值炒得比零售价值高了好多。不过这2-3年下来，炒卖的热度已经开始降低，慢慢又回稳了。所以像这样那种短暂的趋势，并不会影响到当铺在估价或者是那个接受劳力士名表的。不会，因为能够典当名表的当店毕竟不是太多，所以他们还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典当的价值，也不会说追随他们的热度，就一直把它的价值再点高一点，不会的，还是非常的保守。其他的那些，一般上我们还是典当它的市价大概3-4成左右，情况跟钻石差不多类似，因为毕竟不容易出手。占我们的典当3几%左右，我们也很少说看到这些名表会断当，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买的时候很贵啊，当的时候就相对的低啊。那么一般上屋主呢本身他不舍得就这样子断掉，他们都是会来赎回去的。断当的时候名表的确是比较少。